b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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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t. Don't you hear my heart b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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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t? 我们向往浪漫的无人区。Hello， 我是小丁。我的感情在哪里？他们都要结婚了。是不是能接受？超帅了，超帅了，都不一样，就完全不一样。而且差一个度的话，也会感觉完全不一样。好看。妈妈呀！这显得我很不合群。因为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他说的对。说大了一点，我觉得就是一种变相的骚扰。我不会主动去说，但是他如果他问的话，我会说。我不想踩雷。我是万万没有想到，最后我磕上了这一对。喜欢，这个一定要说出口，还要在一起吗？别哭，我和你手心温舞，风雪不冷酷。乱世之中，你笑我凝眸，是我曾重生的一幕。Hello， 我是小丁。然后我来这边是觉得自己平时对于情感的认知都是在于角色里面，所以我希望跑到这里来看一下真正的在一个新的空间里面新认识的人，他们是如何发生化学反应的。我小时候就生活在上海嘛，但是后来我有些成都啊，或者他们武汉那些朋友们，他们就一毕业回到老家之后就着急结婚，给我们发请帖的时候，我想说我的感情在哪里？他们都要结婚了。哎，你们煮完了？没有。啊，你坐呀。我去泡杯茶，渴了。我有一群叔叔，他们在大理开了一间民宿。下次可以再去一下，感受一下。现在可能不太一样。我搭一下吧。好，谢谢。Oh my god！ 就我啥事儿都不会干。就是比如说像钟钟，他比如说他表示有点冷，OK， 我会帮他去拿一条毛毯。但如果他什么事儿都没有表达，但是这个时候你如果做一些什么的话，会让他们彼此内心都很暖的。你什么都不会做吗？但前提是他们需要，他们心里想要你这么做。但你知道女生的心态，当她说出想要的时候，你已经把，哎呦，对吧？哎呦，来试一下指导啊！哎，我们一起去逛超市吧。我如何让他听懂我的拒绝，但是又不伤害他？我周六有点事儿。周六不是休息吗？怎么还会有事儿？到底什么事儿？他是不是不太想跟我逛超市？周六也会有事儿吗？他好像没有太听懂我的意思，那我就再说个明白，就是周六我有事儿嘛。那周日呢？你没空，我就问到你有空。这是男女恋爱节目，不是男女对抗赛。第一次约会即将到来，请为你的心动女生购买一支适合她的口红。我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口红？哪有口红吗？口红有那个吗？差别吗？那比如说两个牌子会有同一种颜色吗？一个牌子的一个色号都有批货不一样，都不一样颜色，而且那种色号不一样，感觉人的感觉都不一样，就完全不一样。而且差一个度的话，也会感觉完全不一样。妈妈呀！让他翻个面，还要看，接受一下熏陶。但我会有一点点担心，
第一期的时候，他只说自己叫彭措，他没有把嘉熙这个名字体现出来。别人问他在哪儿，他其实对自己的家乡挺保密、保留余地的。但这次他直接带他去了一个藏餐厅，他其实挺想展现一些自己的身后的事儿。我觉得他不是在展示，我让你看到我是从哪儿出来的，就是对，阶段不一样。如果想结婚的人就是。并不是我今天跟你约会，我要把我最好的一面让你看到。就如果我的话，我会让你看到我最不好的一面，让你了解我没有包装是什么样子。我担心的点是，钟好像对于没有特别大的感兴趣的，对，不像他之前在车上聊那个。我觉得钟在考虑。我觉得就是错释放给他的这个信号，我觉得钟感觉到了，是不是能接受？超帅了！我觉得每次跟你聊天真的能聊很多东西出来，是吗？啊，昨天彭措也这么说，他说我什么都能聊。对呀，你什么都懂。我没有什么都懂，但是就是什么都想听，然后什么都想知道。挺好的，他们俩。大家觉得家庭背景对择偶这件事情重要吗？重要的，我们举个手。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会觉得重要。我觉得不重要，很重要。这显得我很不合群。我觉得小朋友谈恋爱的时候会觉得说我们俩只要相爱就好了，如果你们俩相处的比较和谐，进入到结婚的状态的时候，那么就不再是两个人的结合了，一定是两个家庭之间的一个磨合过程。现在慢慢的大家的彼此的父母其实都挺独立的。你谈婚论嫁是谁？因为我觉得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他就是可能不经常生活，但总要见面的话，这个气氛融不融洽和家庭人接不接纳你那种感觉，你肯定是会有一些差异化。我是觉得如果差距太大的话，你从一开始就不可能跟他在一起啊。那必一开始是一搭脉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不合适，就不可能会有下一步。那你到下一步的时候，肯定是他身上是三观什么的是你能所接受的范畴之内的。但是小丁这么说的时候，欣姐却摇了头。就你在最开始接触的时候，可能你并不了解这个人是什么背景，但只是说真的这个人他会吸引你。但是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其实决定共同价值观的是什么，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他成长的环境，然后以及他从小接受到的信息。小丁，你觉得欣姐说的对吗？说的对。第一个他是会画画，是做设计的，然后很文静。第一印象你会很吸引嘛，但是就是过程中就不晓得自己做啥子，也感觉好像是不是自己有点用力过猛的那种。最关键是你约完会以后，你就没有收到他的短信嘛？就现在约上，昨天就开始我很害怕发短信这个环节，不想发给哪个了。我自从追女娃娃，我就一招，脸皮厚，吃得够。脸皮厚，吃得够，真的。你该发的发嘛，你必须得给我们成都男人扎起噻。可以，球，真的好，润啊。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话？说谈恋爱就是一定要就是豁得出去。我觉得分人嘛，说人世间的情情爱爱，对吧？他哪有那么多的绝对呢？快记下来。情情爱爱哪有那么多绝对？厚脸皮那样的话，可能会更加快的有主动权。但是我觉得更重要就是刚刚说的，要看对方的感觉。如果对方来电觉得 OK， 那就是加5天乘。但如果对方不感觉，他可能会把它当成一种负担。就说大了一点，我觉得就是一种变相的骚扰。哎，你对另外的男生有什么样子的感觉？新歌呢？我觉得我们两个，我跟他共同爱好挺多的。但是他就会感觉，虽然看起来很稳重，但是其实上就像一个大男孩一样。最近就发现他越来越有趣了。迪迪，整个人都坐直了，就是也是一个挺细心的人。
不笑，第一次失去了笑容。那你觉得我是什么样子的人？你呀，啊，就是我跟你的接触是最多的。那个嘴角都控制不住，很幽默，很有趣，就觉得相处起来就是比较轻松自在吧。所以我想问一下各位，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会主动的跟另外一半坦白自己的情感吗？会吗？我不会主动去说，但是如果他问的话，我会说，但是我会想要去主动了解对方的那个，因为我觉得我不想踩雷。如果他之前的情感经历，因为比如说因为什么事儿比较他反感的点，那我就为了延续这段关系，我就不要去踩这些雷就好了。我是这么觉得的，所以我会主动去问，但是我不会主动说，因为我不知道对方想不想听。你们在感情中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付出型的吗？你谈过恋爱吗？废话。你是主动型的还是什么？付出。受过感情的伤吗？闭嘴！害怕什么？年轻人闹一闹呗。那你觉得你是个细心的人吗？是吧？只是就关注的东西会不一样。我比较就是关注你，第一是就是身体上的，就是没有被受伤害；第二是你的情绪。但是什么？有时候我也会看不懂啊。为什么觉得看不懂啊？因为有些东西，我觉得说出来就是我感觉就是应该是你去感觉，你去体会，就是我说出来就没有这个意义吧。我是希望说出来，我觉得不一定。我觉得开出来会比较好。不是吧？如果同时拥有很多人追求你的话，你会怎么办？先让我拥有，但我会跟汉哥差不多，就是把这个朋友这个界限划得很清楚。你约我去做一些朋友也会做的事儿，我 OK。但我一旦感受到了说你有别的意思的话，我可能就转身就逃。就只要我跑得够快，你就追不上我。那说明你不喜欢他啊？是不喜欢。如果喜欢的话，那我干嘛还要把划成朋友的界限？那如果两个人就还比较有好感，就像这样的，那就谈了，那彼此在纠结个什么？不是，就是说下来，两个女生她都有好感，你都觉得还不错，那不可能。我对于有一个问题很好奇，比如说身高、长相、性格，你们会怎么排序？当然是性格，因为我非常希望我能长到1.83米或者1.85米，这样我穿鞋就有1.85米到1.87米。来了这里之后，就是跟你的关系的变化，让我觉得你不能从他的第一面，或者是就是你自己给他下定义，这太自负了。你真的和我最开始的感觉太不一样了。我觉得这是心中的感觉。是吗？我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你心动可能有很多次，但是你遇到一个和你真的很像的那个人的几率其实是蛮少的。我是万万没有想到，最后我磕上了这一对。天能恰到好处。暗恋不就是10000次的试探吗？彼此试探才会有未来的可能。看着你从第一期到现在可以这样侃侃而谈，我已经放心了。我也长大了。追女孩和女孩相处是2件事儿，就是迪迪可能很擅长追女孩，但凑凑可能很擅长和女孩相处。小丁，我觉得可以放心的看你毕业了。我有可能。希望你走入社会也可以有一份自己好真挚的爱情，留校任教吧。今生吻过你眉目，是我的救赎。别哭，握过你手心纹路，风雪不冷酷。乱世之中，你向我凝眸，是我曾重生的一幕。爱过你，让我一生满足。